不晓得为什么 hip hop 饶舌音乐它有一种魔力，这种音乐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人人都可以做。饶舌音乐它就是一段节奏，填入押韵的字，你有办法录进去，它就是歌了。你会了之后，你就觉得不可一世。他妈，我可以干掉热狗，我要取代短 P， 我是新的熊仔，我是谁谁谁，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跟你一样当个嘻哈仔，当个嘻哈仔。有春燕单独哦，现在快到了吗？春燕，还有那个剧组全部都到了，还有好几个小时，我们要拍好几个小时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哦，因为我们在拍综艺节目。哇，你这摆了蛮多瓶子的哎。对啊，刚好当一个架子。而且我说真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来你家。春燕应该来很多次了。对，就是我们都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练团。我们来练习的时候，春燕就是坐这，然后我坐这，对，然后接2支麦克风，然后坐在这里这样练。我在这边基本上都在练团的，对不对？我想，对，现在就想问你们两个写歌的方法这样。可能我也被多少被 Leo 影响蛮多。从夜猫组之后，我开始会去走比较意象，就是从意象的方向，从气氛的方向去开始写一首歌。巨大的轰鸣后来的歌，在写的时候就有一些写的有点接近饶舌，但其实就是唱歌唱比较快，唱比较多字，歌手感觉像是一个 solo 乐器一样，其实是很专注，大家会跟着每一个字，然后一起感觉那个细微的律动节拍变化。让时间带走我身体，保持我心还年轻。为了感谢心还跳动，一起用力哭过笑过，不知不觉。六家跟我想象的差不多，就是很像很多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一样，一开始没有那么有钱，但是就住在顶家嘛，然后到他的小房间里面点个暗暗的灯，然后里面有些乐器，有录音器材什么，而且就有想象我当初我说过，最早我颜色一开始也在我自己房间里面这样那种感觉。所以就是做这个，就是蛮像在玩游戏，就在玩这样。这首啊，还有你最近的《Softly Papa》啊，或者是《洞房花烛夜》啊，我觉得你好像在做 beat 上面又更回归到更简单的情况了。就是某部分是我那个生完小孩之后，我觉得我在某方面会想要回归，就是很简单、很单纯的东西。好像是的。对，这是我现在目前采访到现在，你还是唯一剩下还有用纸本笔记本的。真的吗？其他人都是用。我很习惯用写的，因为我会写一写、画一画。我那时候就是也是高中的时候，然后会上那个歌词网站，找一些就是我喜欢的歌，然后把它词印出来，然后自己翻译这样。My God， 那时候对 hip hop 文化也还没那么了解，很酷，而且我就是熟到就这一段，我还整段都背下来。那来试看。看着也没关系啦。然后我试试看。Some say the blacker the berry, the sweeter the juice. I say the darker the flesh, then the deeper the roots. I gave a holler to my sister on welfare, Tupac cares, if don't nobody else care. 所以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国蛋就是第一代的颜色王，就是我们在日本拍那些影片什么的，都是他自己拍自己剪，当天拍现剪。这个拍过超多 MV 的，Miss Call。对啊，你的也有 Nike on my feet， 你的也有，我的也有，过马路在这里拍的，过马路还有跟小哥。我想着那个女孩是她教我怎么过马路。哦，这个感觉是另外一个节目了，喝咖啡谈 beat 这样。对啊，像我就是写歌，就是一直让它录，我会想象着自己如果是老黑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，我会怎么唱。就你就开始会凑一些句子，最后才会知道主题是什么。对，你在乱唱乱试的时候，会有一些自己觉得唱到不错的韵脚，然后当然那些韵脚是会记下来，但是你如果说以整个歌词看起来的话，就真的只有2-3个字、3-4个字，那你也不知道它会排在哪里，你就是听到这个音乐，你脑子有这些东西出来。我叫殷红 ，A.K.A. 弟弟龙。他有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他想要辞职，他不想干了。
那他想要做音乐，他就把他一些 demo 给我听，这样，那就听了几首，里面就包括有这个滴滴龙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就跟他聊说，我觉得这个蛮有搞头的，这个台语，然后这个文青感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又是在讲一种，不是大家想象中台北市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就很好玩。这个 bassline 的启发，应该是也是有点类似嘻哈的取样概念，就是以前跳 popping 一定会听的这个 Zap and Roger 这样，就是会有 toe box 的那个 Roger line。算是一个取样自性的。对，包。很多不同的艺人都有啊，我觉得这个是黑人音乐，尤其是嘻哈的一个魅力所在，就是他们会把很多不管是70、80的老歌，重新把它演绎成为嘻哈新的音乐这样。来，你双脚先围开，三角先围开。来1前1后，45度。譬如面对这来45度，苦嘞，小可苦嘞。来这腋下要不，小可要不？下巴缩着，这放伫这。他当年在魔岩发那张《舌灿莲花》，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专辑，包括他有台湾颂，就是这些很成熟的作品。那它里面是有 skits 的，因为音乐也是 J.U 做的，然后 J.U 一直从热狗前几张一直做下来，到那一张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成熟又酷又有创新的作品。我觉得那个对我的影响是，我也想要这样，我也想像大基这样做这样子的饶舌音乐这样，对，所以可能后来会做颜色这张专辑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。因为我感觉我甲别人较无共的在我身边形形色色、各式各样的人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有兄弟啊，然后对比较复杂的人啊，酒店的啊，政治的啊，运动员啊，每个人都有那一种他们的成长过程、的生活环境，都是一种最趣味的。但是咱一般人安尼属农工商的，可能袂去了触及不到的，所以我就去甲这因这心路历程全部拢甲写出来。所以我这个专辑拢无什么迄种歌星 featuring， 我全部拢是加的真实人物来 featuring。可以开始了不是要剪头发？没有。先聊是不是？我以为要剪头发，我一直在等。刚刚以为我在酝酿情绪吗？之前校长有说，表弟校长有说，要不然你来写一首爱也很屌的歌。爱也很屌的歌。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阵子，我跟校长说，校长爱真的没有很屌。我小人国那张其实大部分的曲的鼓的打法或者是编法，其实还是一个 hip hop 的 groove， 对一个 loop 的概念，或者是比较。那现在就会想说，做变化或做渐进，或者是做交响乐之类的这种东西。对，虽然我交响乐不是交响乐啦，就是像《旅亚的战记》，就是那种我是因为我喜欢玩太空战士嘛，然后他那种战斗曲就是那种5拍，那种东西。对，就是比较那种战士会摆动那种很电玩的那种节奏。那你走到现在，你觉得嘻哈是什么？嘻哈就是个武侠世界吧？对，嘻哈就是个武侠世界。对。武侠世界观的，那每个人在这个武侠世界观里面，怎么发展自己的流派和自己的剑法？就会这样讲有点 gay 掰，是蛮 gay 掰的啦，蛮适合你。果然是这个决定，最后就是定义你就是超级学院派就对了。熊仔比起来就是绝对不是学院派。回复每个粉丝给的关切，回复每个专利，整理出的每个专利，为你回顾我的专辑整理度也没有贯彻彻底，回到我的秘密基地，继续努力3能比40把也被你处理完的 only one。转景来到你家了，来到我家。很难得可以来到别的饶舌歌手的家，对吧？像一张专辑目前的，以你工作忙碌度，现在应该还是在构想的阶段。我有写了大概3、4首，但是剩下的还没写完。那 beats 也是都已经有 ，beats 还没，就是。所以你会先写哦？对，我就想问这个。对，我会先写。先写的话，你也是先找个 instrumental 吗？没有啊，我有时候会先想象，然后我会想象。那就着什么东西写？没有。先写之后，直接把词跟 flow 排出来。对，然后速度也不会设定。速度会设定，但是我中间可能会变速。所以不用听东西，你是用脑内想象。脑内想象，对。这个蛮新鲜的。真的吗？你还有认识别人是这样写的吗？没有 beats 可以写的。因为我只有骑脚踏车写，
所以我没得听，不会听着写的。我可能旋律也会先想，我就是把它录起来这样。这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录的，停下来把它录。这边就是这个。这是不是？就大部分的我想象中的饶舌歌手就是要有一个 beats， 要有个音乐。你听到这个音乐，感受那个律动，然后它可能会让你想到一些主题，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律动去写出去对歌词。从熊仔开始，小人、大基他们居然都跟我讲说，他们不是先听音乐写饶舌的，不是先听 beats， 他们是先写好词，然后再去想曲怎么做，这样再套回去。这那时候我是蛮压抑的。哦，你先。哇！我们之前有个制作人叫小管，对，然后就有一天晚上，然后突然丢这首 beat 给我，放下去的时候就发现，哪厉害？内底那有广泽尊王，因为多温处理嘛是拜广泽尊王。音乐 beats 里面就有广泽，他有 sample 那个庙会的小法咒在里面。对，那最一开始的方向是想说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。不要是别人那种既定印象中的神明歌，我们想要是让人家可能在车上听到可以比较流行一点，对，一直播放，对，就是像阿昌讲的，较少年款较少年款，对，较少年很重要嘛，对，所以其实你们对 hip hop 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我一定要被做这啊，就是有的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信仰这种物件，对我来讲 hip hop 是这种安怎？对我来讲，若讲以饶舌歌来讲，hip hop 饶舌歌来讲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诠释的方式尔。诠释的方式。对，我感觉阮的嘻哈就是咱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物件。对啊。我们是属于比较本土嘛，就本土啊。可是本土这个事情，大家都有像嘻哈，大家有各自的说法。我这样好了，你觉得嘻哈庄瑶琴这首歌嘻不嘻哈？我家己唱的。我自己觉得音乐上不嘻哈。对，音乐上不嘻哈，可是歌内容是嘻哈。内容是嘻哈。因为你有听过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伊在写什么？他内容在讲嘻哈。对吧？没错。啊，你感觉这敢算嘻哈？很难定义哦。我们也想做雷鬼啊，也想做电音啊，我们就不在外面的人把我们定型为什么风格。因为我跟洋葱讲要做的歌曲会比较拔辣，可是建志一直想做帅的。从黑刚建志嘛跟他讲啊，没关系，你们两个想做什么，我们以前是这样起来，我就陪着你们。我说我想底下拍摄，我都去做你家己心里面想要做的代志，这是咱的牺牲。一般的台北的囡仔哪有像熟悉朋友在饭店做代志的去讨笑的无嘛？所以他如果把那个生活经验下出来，其实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讲，台北市年轻人哇，这超 real 可能从他们的作品，或者是从他们大家判断他们对嘻哈的了解，来判断他们嘻不嘻哈。但其实他们生活是最像我们小时候憧憬的饶舌歌手，这点就很讽刺，也很有趣。这样，你们现在过的生活，还有一些不太能讲的事情，一定是过得比以前更爽。可是这些歌是这些状态能写吗？现在？其实我也在想这件事，因为我想说，看那接下来我们要写什么。对。因为你说你在那边无病呻吟，感觉就有点太假了啦，太中二。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事情写，我们就写别人故事嘛。也许这是一个方向，就是我可以找到身边一些我觉得还值得可以发展的一个故事，然后我们来写看。或是你如果真的爽，就写爽歌啊。我那天问热狗，最后他会说，他觉得他现在最麻烦，要新专辑写歌，他最麻烦的就是他觉得他现在过太爽。我带春军给他，你就写爽歌啊。对啊，我真的，你辛苦的时候不怕人家知道，你爽的时候还怕人家知道。因为毕竟支持你们的很多人都是那种可能过得没那么好或什么的。因为你们现在很多歌还是很励志啊或什么的，那你突然写超爽的歌，而且是对我现在就真的这么爽。对我来讲，其实我觉得蛮励志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干他这样虽然蛮智障，你这么笨，你还可以赚那么多钱，那我一定也可以啊。
对不对？就是你写这么无脑的歌，然后你还可以赚这么多钱，还可以赚这么多，那我一定有机会啊！这其实很励志嘛，是吧？我想就像是我的背景很不好，然后我成功了，所以说我的学历很糟，但是我成功。我觉得嘻哈名人的地方有这个关系啦，真的，因为我们都一样，然后你可以，我就有机会。你也后来其实我相信你也会发现，商业没什么不对，反正没有不对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对啊，因为你商业你一样可以很酷，对，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获得地下的尊敬，然后也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因为以前你什么都没有嘛，你就是愤怒，然后愤世嫉俗，东骂西骂，所以你有很多想讲的话。可是现在已经过太爽了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其实我有一首新歌里面就写到这个状态，这首新歌叫《嘻哈没有派对》。对，就是我记得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：已经没有那么好玩，你要怎么幽默？没种就捏爆自己搞完，反正曾经秋过，曾经是最纯种的野兽，为何做困兽之斗？我把自己都给解剖了，场面就要失控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又在害怕什么？你总是不停的战斗，你这次为谁而活？就之类的，就是我会把这种心态写进去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克服，那我就诚实。真的超酷，就是我觉得还是最后40岁的热狗还是 real， 还是面对就是40岁自己写40岁的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太好了，今天谢谢你。我们还是要多约出来，你就从你的新家 party 开始好了。好啊，来约一下。跟他们聊天之后才发觉，哇，原来大家出身背景差这么多。hip hop 由各种不同人来诠释的时候，居然都得到这样很不一样的结果。